关节不退化，骨质不疏松，欢迎您收看骨骼关节健康讲座。我是你的骨科医师戴大伟。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人工髋关节手术的手术前的物理治疗，也就是手术前的复健。那其实手术不是在手术后才能复健，手术前有一些复健的动作就可以开始练习，开始做，这样的手术可以恢复得更快。无论是人工膝关节也是，或者是人工髋关节也是。那人工膝关节的影片我们已经在之前发表了，有兴趣可以再去看上一支的影片。我们这次就是来讲人工髋关节手术前有哪些动作可以做。我们今天一样邀请到的是成大医院物理治疗中心的最资深的物理治疗师刘兆伟物理治疗师。大家好。那人工髋关节的手术前，我们有哪些方向是可以强化的地方？我可能会推荐3个运动给大家啦。对，那我们大部分大概都是会强化我们的，除了髋关节，当然直观就会想到髋关节的运动。对，那当然我们也是不能忽略膝盖这个部分。对，所以这3个运动里面，可能就会提及膝盖，然后臀部，然后甚至核心有点核心的训练。OK， 所以这3个运动就是可以让增加下肢啊、核心的肌力，还有一些柔软度的伸展。对，那是哪3个动作呢？第一个动作是直膝抬腿。好，那直膝抬腿这个运动呢，我们会利用这个大腿的肌肉，还有可能甚至比较靠近髋关节的肌肉去做这个动作。那这个动作会有一些小要求，就是说我们在抬腿的过程中呢，可能不能让腰部往起来。对，那因为经过代偿之后，腰部可能很不舒服。就会错误的用到一些腰部啊，对的力量来拉，背部没有办法贴在床上的人要怎么办？这个也是一个好问题。这个时候呢，我们会降低这个动作的要求，比如说我们会把对侧的腿弯起来，对，让这个动作呢能够更好的控制。那抬高要抬高到几度？要做多久？因为每个人的柔软度不太一样，所以基本上我们在抬高的过程中，我们抬到45度就可以了。水平面是0度，那我们抬起来大概45度就 OK。第二个动作呢，其实是俗称的蚌壳式。蚌壳式，对，蚌壳式，它有点像蛤蟆一样，蚌壳会打开。对，然后它基本上在训练的就是我们臀中肌。对，那臀中肌基本上大家如果有在看一些运动的影片的话，大家都会知道臀中肌是一个等于像是有点像下肢的核心。对，那这个蚌壳式可以顺便伸展你的髋关节。对，跟膝关节这块一样的地方就是髋关节有问题的病人呢，通常都也是会有角度上的限制。那利用这个蚌壳式呢，我们去做伸展，顺便做肌力强化的动作。蚌壳式是一个很好运动，也是我们在手术前、手术后很常教病人的运动。因为通常髋关节会退化那么严重的人，其实大部分臀中肌都不好，臀中肌的力量很弱，然后活动度也有它的限制。而且手术后呢，明明手术很顺利 ，X 光片看起来也很好，但是走路却一拐一拐的，觉得好像有长短脚这类的病人，其实看起来大部分也都是因为臀中肌的力量不够的关系，所以才会走路一拐一拐。所以臀中肌的训练其实不要从手术后才开始，手术前或者是现在就可以开始。那蚌壳式就是一个很好入门、很好操作的运动。第3个呢，其实大家在电视上可以常常看到大家示范就是所谓的桥式。桥式，瑜伽的那个桥式。瑜伽的那个桥式，对。那这个东西也是主要是强化我们臀部的肌群。这个臀部的肌群强化的过程中，其实核心也会需要用到一点力量。对。那过程中会有一些小诀窍，我们会给一些简单的想象空间。譬如说，我们会希望屁股呢可以垂直的朝天花板上，就是前进。对，那过程中我们会看你是不是用错力量，用到你腰部的力量。如果你一直在练桥式是使用下背的力量的话，那反而这个结果就不好，你可能会下背痛，那你可能练不到你的臀肌，对，那就没有达到这个运动的一个效果。那如果在家自己操作的话，他要怎么知道说他是用臀部的力量？有没有什么可以自己察觉啊？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好的问题啊。通常我们都会建议病人说，建议患者说，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可以双手放在自己的骨盆的上面。对，那在过程中呢，这个暗示呢，你可以想象你的骨盆去推你的双手。对，那这个动作就会容易让你的臀肌比较好发力。那其实如果大家有去健身房有看到类似的东西，它会放一个横杠在你的这个髋关节上面，然后叫你的屁股去推那个横杠。对，这种暗示都会让你的发力比较顺利一点。
所以如果发力正确的话，应该是臀部的肌肉会收缩、会酸，对，应该不是背部的肌肉。没错。OK， 所以这是一个小诀窍，大家可以回家试试看。那这个就是3个髋关节手术前你可以开始做的动作。第一个就是直膝抬腿，可以训练下肢的肌力。那第二个就是蚌壳式，就是开始训练你的臀中肌的肌力，让你手术后比较不会一拐一拐的。那最后呢，就是这个桥式，桥式就是核心啊，还有下肢，还有臀部的肌肉都可以训练到，可以让你的走路再更稳定一点，比较不会跌倒。而且在整个腰部、背部或髋部之后也比较不容易酸痛。这3个动作我推荐给大家，希望会对你有帮助。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到这里告一段落咯，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